你能想象吗？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。小超的影子跟着盛平进入了4周目轮回，他用指纹打开小超的手机，里面有一段小超给盛平的录像。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紧接着小超拉来自己的影子，两个人站在镜头前为盛平猜猜哪个才是真正的他。正在跟盛平一起看手机的影超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脱口而出一句：哪个都无所谓了，哪个都是他。小超向盛平保证影超不是坏人，是站在他们这边的。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失之讲起。7月17日，诗诗说有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跟踪他。小超当时没有当回事，只以为是普通的跟踪狂。第二天，他们参加了万年前海滩的捡垃圾大赛。小超突然感觉身后光芒一闪，他让小林抬头看，岩石上居然出现另一个他。发现小超注意到自己后，影超跳下岩石跑走了。小超追上去，在水里发现了一顶帽子，再把帽子捡起来，帽子在他手中莫名消失了。小超这才意识到问题大发了，于是找到诗诗说大帮他查查影子的事。回到家后，姐妹剪刀石头布决定洗澡的顺序。小林突然问起今年夏天盛平会不会回来。虽然小超嘴上说着盛平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，但其实他还是很喜欢盛平。被戳中心思的小超恼羞成怒，狂挠妹妹的胳肢窝，抢到了第一洗澡权。而就在他脱光衣服拉开浴室的门时，却发现另一个自己坐在浴缸里和他打招呼。吓得小超转身跑出去叫人，尹少赶紧捂着的嘴不让他声张。偏偏外面的小林戴着耳机看视频，对浴室里发生了什么完全不知情。小超抄起话茬质问尹超到底是什么人，尹超却一脸理所当然地表示他才是小周超，回自己家有什么不对，而且他还以为小超才是影子。这句话脱口而出后，两人很快就顾不上纠结到底谁才是影子了。如果影子真的存在，那么失之的影子肯定也在岛上的某个地方。失之只说过自己第一次看见影子是在鹰巢山上，两个人一起往山上调查。小超这时还非常警惕异常，找了一圈没什么线索，他打算打道回府。这时尹超叫住他，竖立着禁止牌子的后面不是还有一条路吗？这条路通往的是临行医院的旧址，因为只有闹鬼的传闻，大家都不愿意靠近，两人都很害怕鬼神之类的东西。尹超却总觉得这里非常熟悉。草丛里突然传来异动，还有乌鸦凄惨的叫声。小超一扭头，只见一个由黑影组成的怪物正追着不停挣扎的乌鸦，对着小超一阵闪光后，变成他的脸朝他扑来。尹超一把推开小超，自己被影子牢牢捆绑撞在树上。小超抄起木棍拼命击打影子，都无济于事。他失手砸中了影子的影子，影子却突然惨叫一声把他踹飞，顺势将木棍的碎片插入尹超的影子。明明身体没有受到伤害，尹超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腿上多了个血洞。这时两人都意识到影子的弱点就是脚下的影子。尹超在这一刻也清楚自己并非人类，长发如同一把利刃割断束缚，一口就追上影子，将他彻底撕裂。他的本体是平面的影子，而3位尸体则是保护本体的武器。小超非但没有被自己的影子吓到，反而兴奋地拉起尹超，夸赞的好厉害。尹超再次复制小超的右腿数据治好了伤，但是他感觉到这些数据是会消失的，只要消灭掉原型，复制品就会变成原型。小超要是不死，他这个影子就会消失。看到影子会死就是这个意思，实质性的非常危险。7月20日，小超拿着尹超录下的这段视频，重复看一遍视频的尹超终于恢复了记忆，不仅是记忆，力量也恢复了。他让盛平和小川握住他的手，借由数据传输，将他们带到了7月21日的私人沙滩上。失之不会游泳，因为下水道游泳圈会被小伙伴笑话。小川跑回去想提醒他们，被盛平一把抓住，没有用的，他们只是在看录像，是没法改变记忆里发生过的一切的。这时候的小超让尹超复制了自己的泳装，但是他们俩没办法一起到失之身边保护他。尹超就变成贝壳项链被小超戴在身上，小超把真正的项链摘下来放在包里。失之问小林怎么才能游得和他一样好，小林就说今天给他上一节游泳课。小超走过来表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一定会保护好失之的。突然，另一边的小灯捂着屁股说要上厕所，而就是这么一转眼的功夫，小超再回头，却发现身边的失之消失了，原地只留下了游泳圈。远处的海上突然有人在挣扎，林超也立刻感受到海里有影子的气息。小川和小林立刻冲进海里救人，但小超比他们还要快，因为这只是记忆重现，失之怎么消失的谁都没有看到。小超一个猛子扎进深海，果然看到失之的影子正拖着他往下沉。尹超现身切断影子手臂，抢过失之往海面上游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到水面时，影子却顺着失之的腿爬上来，伸出触手将他死死缠住。影子叫嚣着，他看中了失之要带他走，眼看失之要溺死了，小超上前一把扯开影子，让尹超带着失之快走，但自己却被掐住脖子拖入深海。尽管担心小智的安危，但是尹超明白救下失之是他死都要完成的任务。而就在尹超即将要到海面上时，影的失之恐怖的脸猛地出现在他面前。妈呀，这一幕要是晚上看保准吓得心脏骤停。尹超完全无法反抗影的失之，被融化成了一坨黑泥。影的失之当他的面将失之吞噬。见到小超和小林赶到，影的失之装作溺水昏迷被救起，而小超已经停止呼吸落入深海。没能救下小超，让尹超悔恨至极。他隔着时空向小超发誓，一定会在夏日季之前拯救大家。目睹事情真相的3人无一不想杀了影子失之，而就在此时，被小林抱在怀里的影子失之突然一把抓住了盛平的胳膊，找到你了。
这里明明是无法触碰的回忆画面，为什么石之能抓住沈平？小超赶紧让尹超解除在线，石之的模样渐渐被那个白发红艳的少女取代。那之后我找了你好久，你逃不掉的。回到现实后，沈平仍旧被惊得直冒冷汗，而他的胳膊上竟然出现了被抓过的黑色掌印。在和影子失智的战斗中，因为时间不够，尹超没能被完全消除。之后他用剩余的数据修复了身体回归，不过因此记忆受损。好在他们终于和沈平见面了。天气果然和之前的周末一样下起了雨。沈平决定现在去临行医院的旧址查看。小林这时候正在和朱露子在一起，朱露子不知为何显得有些反常，很希望小林明天和他一起去夏日祭。这时一个没见过的大叔跑来避雨，问他们是不是本地人。朱露子警惕地拉住小林，问他是哪位。大叔掏出警员证，说他就是负责调查小岛穿越街的刑警。沈平和小双回家换了身装备后，就摸黑上山前往医院救治。小张说他小学4年级暑假曾尝试溜进去过，阿哲和他的朋友叫他到救治前比胆量，最后被他爹发现了没能进去，因为这是他家的土地。林星医生出现在这里，他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现在仔细想想才觉得不对劲儿，这里只剩废墟了，他爹来这里干什么？恢复记忆的尹超运用探查影子的能力，见尹超还穿着泳衣，小双和他吵吵起来，但偏偏泳衣还是最适合尹超的战斗服，就算穿上盔甲，他的本体也是平面的影子，所以普通衣服只会妨碍他的行动。只要是复制过的东西，他想变多少次都没问题，只要容量允许，复制多少东西都没问题。医院是明治时代建成的，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虽然在1960年就废弃了，但里面的建筑大多还保存完好。他们需要调查这里是否和影子有关的东西。楼梯已经彻底废掉了，沈平让尹超影子能力上去看一下。小川的药品柜里发现了已经被禁用的剧毒药品氯化汞，这种东西居然直接丢在楼里，地上散落着处方和病历，并没有发现影子病相关的记录。小川让沈平过来看，最里面的房间里供奉着一尊怪异的木雕神像，左手抱着一条鱼，而且还是女性的形象。沈平上网查阅相关记录，质子神的介绍映入眼帘。网上说质子神是像水蛭一样没有手指的畸形，如果这真的是质子神像，为什么要将这种怪物当作吉祥物崇拜呢？沈平注意到神像对面的墙缝里似乎有什么东西，在2楼翻找的尹超找到了一本林行街的老相册，这时沈平叫他下来钻进墙缝里看看。尹超不满沈平这么会使唤人，明天面会上一定要请他吃章鱼烧。沈平一口答应，别说10个100个他都给买。尹超钻进墙里发现有个钥匙孔，这堵墙应该是一处暗门，硬砸是砸不开的，只能找钥匙。运动完，尹超说肚子饿了，没想到沈平居然随身带着饭团。吃完饭后，尹超的肚子鼓了起来，沈平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看向质子神神像的肚子，尹超能力扫描一下内部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把钥匙。尹超拔了根头发复制钥匙，成功从里面打开暗门。暗门的内部是一处地下通道，尹超提醒他们小心，他察觉到影子的气息。小双开始怀疑人生了，不就是影子力量就打不开的门，他家为什么有这种东西？这里像是战争年代挖出的地下通道，气氛让尹超感觉非常不舒服。沈平从怀里掏出钉枪，让小川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务必保护好尹超。他死了不过是再次轮回，但是如果尹超死了，最坏的结局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小时候的约定，他是会遵守一辈子的。3个人继续向前，路边有很久之前就被消除的人形影子和掉落的弹壳。拐角处，尹超感觉到影子的气息，沈平手持钉枪上前查看，躲在里面的居然是一只只有半个脑袋的怪物婴儿，小东西长得还挺别致。婴儿抓着老鼠，像是在进食。先下手为强，沈平打算先用钉枪让影子动弹不得，再由尹超出手解决。婴儿对他们的围攻没有丝毫反应，沈平尝试着靠近，却没想到对方是靠嗅觉来感知周围的。沈平靠得太近，被察觉出了味道，婴儿立刻尖叫着朝他们发起攻击。沈平连射几发都没有命中，婴儿直接掠过他冲向了小窗。小窗真男人毫不畏惧，挥起球棒重重地砸向婴儿。婴儿化成影子缠上球包，并顺势扑向小窗。危急时刻，沈平强迫自己冷下来，保持俯视，总算赶在婴儿攻击到小窗之前将他盯住。窗钩都被吓出炎翼了，抄起婴儿扔向尹超，之后被尹超轻松解决。小窗夸奖沈平干得真漂亮。尹超说自己一开始就知道沈平能射中，沈平可是一宿没睡，一直在练习呢。尹超突然胳膊一疼，但是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提醒他们小心。他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影子气息并没有消失，就像是指甲刮蹭黑板一样让人难受。沈平毫不犹豫朝那个方向走去，尹超一脚将小窗踹到前面，是不想让他注意到自己的手臂。他之前用小车的数据恢复了胳膊，但创伤并没有就此消失。小窗问尹超能不能复制钉枪，这样他们就有2把武器了。沈平当然也试过，可惜复制品无法工作。机器类的物品只要原型还在，复制品就是个赝品。想要复制品工作，就得消除原型。沈平手里这把钉枪其实也是复制品，因为就算钉子用完了，只要尹超用数据恢复一下就能回满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枪声，3人走出暗道，来到一处天然的洞窟中。尹超突然大喊不妙，周围全都是影子的气息，他们被影子包围了。